Hello，大家好，我是无为。干员推出了新的这个计时器。好，它这次推出了一共有2种版本了，一个就是有蓝牙连线 APP 的版本，然后另一个就是没有的。那个没有的我们就不考虑了，我们就来看这个有蓝牙连线功能的。外盒是很赞啊，外盒非常的漂亮。你看正面好像只走那种彩色渐层，可是你细看它是有一点点那种压纹在上面的，就是把它的表面的那个感应板把它秀出来这个样子，是这个是做的蛮细的啦。好，名字叫做干星环计时器哈，0.000小数以下3位。我很喜欢这种味道，就是电子3C 有没有？手机还是电脑的主机板打开的那个味道，我真的是蛮喜欢的，所以我都会去逛那个电脑卖场，然后就去闻那个味道。这不是普通计时器，就是一个3C 产品。然后它的说明书，好，它的外盒看起来室内做错了，所以说明书折起来，这个有没有？就有点挑摊这样子。干员这么要求精准的品牌来讲，这个不太像干员会犯的错误，有没有？它的说明书的纸略大于盒子的室内，所以放进去之后就有皱褶了哈。好，配件盒这一条 USB 的线哈 ，Type C 的哈，现在的标准配备。来，计时器本身就是长这个样子，我也说不上来它这个算什么。我觉得它上一款黑武士那个版本比较高科技的感觉。这个虽然也是高科技，但是看起来外观又更加柔和了一点。好，背面有看起来是2个磁铁哈，应该是吧？不是没有磁力耶，我误会它了。OK， 来，然后这边是橡胶止滑垫哈，止滑垫。好，拉不开。哎呦，这是什么？工具内藏哦，这个设计不错哈，它附给你一个小6角扳手，就是用来把这个转开的，可以干嘛？是固定用的扣吗？对啊，我真的刚刚看还以为它是磁铁，但不是。这个是不是转开可以用来扣住它们的垫子哈？这个我不研究了。好，不小心被我打开了。时间模式。这是日期，2023 3月30号。所以要怎么关掉它？好，按住3秒钟，3秒5秒就全部关了哈。按一下开机，然后再按一下没东西，按1秒，好，变成日期模式，再按住变成时间模式，再按住，按久一点，好，就 off 就关机了。好，来看一下。它那个有没有 LED 灯条会变色的。好，我尽量让它可以看得见，看得到它灯号在闪。它灯号在闪，我觉得是不刺眼，柔和，但是要闪烁的很灵活。我很喜欢看灯要闪得够快，才会有那种紧张感哈。这个好。好，不错，这都有防呆哈。在计时的过程中，按中间这个不会停止计时，所以你一定得拍停它才会停哈。好，来，我在过程中发现它有一个蓝牙的图案一直在闪烁，所以它应该是很想跟 APP 连线。Cube Station， 好，前阵子改版，听说这个有点灾情哦。不过没关系，那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好，进入星球 ，OK。设备重新搜索，然后有了它马上就跳出来了我还没连线过它怎么不见了？再一次连接，好，又是叫你要绑定账号，我不绑。如果你买了，你确定是你自己在用，那就绑定吧。我不太喜欢绑定的感觉啊。好，绑定认证这个都不要。好，我连线上。检测到你的计时器中有4条计时器记录。
好，可以汇入到我现在登录这个 APP 的账号里面哦，就可能就变成你的计时的练习记录吧。好，那我导入吗？还有新建分组测试 ，OK， 好，确定哦，我导入成绩了，过程需要5秒哦。它导进来之后，就会把计时器上面存的档案给清空呢。好，我知道了，所以我可以看到我的练习记录的意思吗？但我不知道怎么看啊。好，计时器。来这边有个地方可能要跟各位先说明一下，因为它必须要同时连线你的电子方块哦。那如果你没有电子方块，你只是有计时器的话，在这个地方哦，你要选择你要使用的方块，哦。像它原本预设是这个啦，智能，然后我就把它改成普通了哈。好吧 ，APP 的部分看完了，大概也就是把成绩导到里面去看统计记录这样子啦。好，来，接下来来介绍一下它比较对玩家比较有关系的功能哦，它可以计算平均哦。来，我们先把它关机，关机再开，好，点2下，好，会看到你前面几转的成绩哦，要这样点2下，再点2下，第2转，第3转，第4转，第5转，再按2下 AO5哈，就是前面5转的去头尾平均。好，有没有？那可以 AO12吗？没有。好，我觉得它感应的很灵敏，但是又不会太过敏，这点还不错。然后这个厚度蛮薄的哦，你看哦，这是我们平常习惯的那个 G4哈，G4、G5就不用讲，G5更厚一点。来，它是这个厚度，有没有？我觉得以手感来讲，算是蛮舒服的啦。然后感应的时候也蛮不错的，因为你可以从亮度来确认它有感应到了，有没有？你可以看到它确实是有，而且时间到的时候它会变色，你就会知道它已经进入准备要开跑的那个时间了，有没有？所以如果这样，你就会看到，还没变色。那我觉得看颜色会比看2个灯还方便啦，如果你看习惯的话，哈。好，然后还有什么呢？它可以换颜色，也可以换闪烁的。像我们现在看到闪烁的状态是这个样子嘛？闪烁状态是这个样子嘛？很快，对不对？好，然后它可以改变闪烁的模式哈。哦，来第2阶段呢，它就是有没有用呼吸灯在闪，超慢的，跟蜗牛一样。哦，这个亮了一点。哦，这个最亮。好，虽然还是看得到它很慢，但是是比较亮的哈。好，第3段不闪了呢。第3段不闪，我来试试看，这样子行不行？我确定第3段是不闪的。第3段是不闪的。有变色了，好，然后就不闪了。好，这个模式我最不喜欢。看起来还是第1段的是最舒服的。好，长按左感应板，然后按一下，好，有了啦。好，我把它切回第1段哈。第1段是这个是最暗的，第2比较亮一点，最亮。好，这样子好，就是闪烁很快，然后它最亮。好，长按右边的感应板，再按中间的 logo 就可以改变颜色。看一下边，1、2、3、2、3、4、5、6、7、8、9、10，哦，有10种还11种颜色呢。好啦，怎么切换你自己去看说明书了，上面都有写哈，很清楚。虽然说我觉得不太容易切进去哦。我也告诉你它的灯号的那个组合 ，OK。好啦，这一支我觉得不错啦。考虑到那个价格哈，你可能要在，因为比它上一代的好像还贵了一截哦。不过我觉得手感啊、携带性啊，然后功能性都 OK 啦。那如果你很在乎这个连线到 APP， 然后统计成绩的话，这一支也是很适合你啦。好，当然目前还是不能用于比赛哦。
不过以后的事情也很难讲就是了啦。那它有这个输出孔，我来看看它能不能接到我们的大弦哈。好，准备好我们的2代，应该算3代吧，好不好？不重要，反正就是目前最通用常见的官方 DP，OK？、然后来，我们先给它通上电哈。哦，有了，好，进入到这个自我检测了。来，我们来赌看麦哈。哦，没反应呢。怎样？接触不良了。哦，有啦，刚刚是接触不良，对，还不错哈，它是可以通用到我们官方大弦上面的哈。所以如果哪天我不敢保证，说不定哪天干员计时器可以用在比赛了，那就直接过去了，无缝接轨哦，毕竟你这个 G5 就是可以用爽个不咯，爽个不好起啊嘛，对不对？我这样讲会不会很过分？但我真的不是很喜欢这个啦。好啦，这个是可以用的哈。来，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项测试，就是奇异的 DP 能不能用。好，然后呢，奇异副的原厂线是两边都是 3.5 的，所以你必须要准备一个这样子的 3.5 转 2.5 公，好，3.5母转 2.5 公的这个转换头，才可以用来插上我们的计时器哈。好，我们先把这边插上去。OK， 都开了哈，应该有吧？刚刚有讯号嘛？好，这个拔掉，来。哦，有了嘛？因为我们知道奇异大显是吃官方的讯号的嘛，所以这个干员的应该也是通用的啦。好啦，这下子大家就 Timer DP 一家亲哦，全部都可以通用哦，有没有？来，奇异大显干员计时器，官方大显，奇怪，刚刚也是一样的，讯号是有了，是怎样？不情不愿，OK。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支星环计时器的开箱评测啦。我觉得评价不错啦，因为外形什么都很好看而且又是充电式的，不用换电池。好，那至于这2个扣，我还是不知道它可以干嘛所以如果你知道的话，就留言告诉无尾吧。OK， 那我们就看看还有没有更多厂商推出相关的计时产品我们真的是不是很乐见这个比赛的计时就独一家厂商在用这样子。好 ，OK， 我是无尾，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